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这次我将解读年收过亿的人所专注的是这本书。人的成功并不仅取决于能力，而更取决于行动的差异。坚持行动的人通常获得与众不同的成功和财富。在工作、企业或投资中，无论想要赚取多少钱，最终的结果都伴随着实际行动。回顾过去的生活，我们会发现真正采取行动的人屈指可数。即便有些人认为已经采取了行动，但只是进行了大量输入，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专业技能，却轻视产出，最终可能失去动力，成长停滞。如果不付诸实际行动，我们就无法验证输入是否正确或适合自己。只有进行输入而认为自己已经采取了行动的人太多了，那些改变了过去无法采取行动的人生，以及那些感到无精打采的年轻人，需要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的能量才能变得积极。因此，没有行动就无法开始。找到你在行动中想要获得的东西，这才是实现年薪1亿日元的最短路径。成功者赚取1亿日元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模式和思考规则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几个可以立即实施的行动计划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点赞和评论。首先，要重视小行动以实现目标。为了实现目标，需要迈出第一步。仅仅堆积知识而不增加产出，无法改变生活。所以你需要将目标细分，降低到确实能够实现的水平。然后，形成行为习惯。每天写一篇日记，哪怕只有5分钟也可以换个心情。任何事情都可以，关键是每天坚持下去，这样你会更早的获得信心。正确的态度是实力充分发挥的关键。我们常常认为要赚大钱，就必须采取大举动，但真正的成功从踏出第一步开始。为了锻炼成功的力量，关键的不是不能做的事情，而是关注能够做的事情。每天坚持下去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，因此建议那些无法想象每天坚持下去的人从积极的行动开始。在年薪1亿日元的人中，没有人使用负面的词语。在强调工作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的环境中，有人说质量很重要，但数量和速度同样重要。只追求质量往往只会优先考虑如何顺利进行事务，这将导致行动的拖延。如果不做好准备，就无法采取行动，就无法迈出第一步。只要不致命，就可以反复尝试。失败是成功的指引，是重要的成果。在验证失败并进行改进的同时，将其转化为下一步行动的提示。成功和失败都只能从产出中获得。为了提高成功的概率，首先要追求数量，收集成功的数据是更有效的。第三，最小化行动时间。速度是重要的一点，但很多人认为过分强调速度会导致工作杂乱，容易判断错误。然而，单纯追求细致而忽视速度，工作速度太慢，评价就不会提高。年薪1亿日元的人更注重工作速度。工作不仅要快，而且从输入到产出的速度也要快。大多数人往往更注重输入，在大多数人中，输入与产出的比例是9比1，或者大约是7比3。即使如此，产出量仍然明显不足。请意识到，在一个知识中，有9个产出对应1个输入。获得一个知识后，请利用它尽可能多的应用于行动。第四，利用空档时间。那些成功的赚取了1亿日元的人会有效利用空档时间。成功者知道，他们赚钱后会利用交通时间乘坐出租车查看邮件、收集信息、接触网络新闻，因为他们知道时间的有限性。一般的上班族的空档时间平均每天1小时，而且经常是零碎的时间，无法制定专注于某项工作的计划，因此很容易变得迷失在其中。每天浪费1小时以上的时间，积少成多就是巨大的损失。建议在空闲时间之前确定要做的工作。经常需要通勤或经常外出工作的销售人员确实有空档时间。在下一次会面之前，时间可能会有很多。如果有15分钟的空档时间，可以用于处理邮件或收集信息。查看并回复邮件后，你可以更集中精力的工作。此外，您还可以利用像 YouTube 这样的音频媒体收集信息。空档时间的好处是一开始就有截止日期，因为有其他计划等着，所以你会努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它，这就激发了意识。即使在5分钟的零碎时间中，
你也不应该什么都不做，而是集中注意力充分利用。使用积极的语言会使话语充满力量。最初听到的话语不是周围的人，而是你自己。积极的语言是为你而存在的。积极的愿望使周围充满阳光和活力。通过说出来，大脑内会分泌出激发动力的肾上腺素，行动力就会提高。赚得1亿日元的人永远不会使用负面的词汇。当经历失败和挫折时，有时会浮现负面的词汇。即使如此，请忍住，不要说出来。没有办不到的事情，即使经历了失败，也可以在下一次中发挥作用。如果你说出消极的话语，下一步的行动将变得消极。第6点是要经常激发大脑的成就感。近期研究指出，多巴胺的刺激能够增强神经元的兴奋，从而促使行动。为了巧妙利用大脑的机制，重要的是时刻奖励自己，例如通过成就感和兴奋感。即使感到烦躁，试一试就会发现心情逐渐振作。经验表明这是可以坚持下去的。如果什么都不做，大脑是不会自我激励的。仅仅通过查看时间表而不采取行动，要在生活中激发积极性非常困难。试一试让身体稍微动一动，手脚的动作和视野的刺激就会进入大脑，这对让人积极向上、提高集中力有作用。第7点是远离诱惑，不要放置影响集中力的手机、杂志等物品。如果优先考虑嗜好品，而不是专注于工作，那么永远不可能成为年薪1亿日元的人。集中力是将所有神经集中在眼前的事物上。如果有手机或者杂志等物品的话，人的集中力就会下降 90%。从那里恢复到集中状态需要30分钟以上的时间，人一天能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是有限的。专心工作的1个小时比其他任何时间都更有价值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喝水或站起来闲聊都应该被认为是浪费时间。那些赚取1亿日元年收入的人，他们的资产增长就像复利一样，商业成长和投资都受到复利的支配。复利效应是投资中经常使用的词汇。通过将获得的收益加上本金并再次投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增长速度将迅速增加。这与我们的成长方式相同，变得富有是通过平时的思考和行为累积而来的。作为日常行为的结果，1年后，复利效应开始发挥作用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成长速度会越来越快。如果每天保持 1% 的增长，持续1年的话，它将增长 37.78 倍。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只要每天坚持 1% 的努力，人就能取得巨大的成长。相反，也存在负的复利效应。如果每天持续拖延超过昨天的 1%， 1年后成长将降至 0.03 倍。许多人过分浪费时间，只看电视，沉溺于酒中，或者在投资中失去金钱。这些负面影响会产生与成长相反的效果。尽管复利机制相同，但如果用法不当，它将成为通向灭亡的捷径。了解了这些方面后，请发挥积极的效果。赚得超过1亿的人拥有的第9种特质是自责思考。不要将所有责任都推卸给他人。接受当前工作场所和环境是你判断的结果。这样想的人是不会为失败找借口的。即使发生了什么，他们可以思考自己缺少什么。如果事情进行顺利，他们会感谢周围的人；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他们会承认是自己的错。拥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认为，每次失败都是自我成长的契机。为了避免犯同样的错误，他们会一直思考应该怎么做，或者将其转化为新的挑战，以打破目前的状况。另一方面，总是归咎于他人或环境的人，他们只是把本应投向自己成长的能量投向了周围，而不是自己去考虑。那么当失去一切一直归咎于他人时，就不能超过白领的年收入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些赚得1亿的人绝对不是守旧的人，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用守旧的方式永远不会成功。即使是失败，他们也会试图将其转化为新的学习经验，因为他们认识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，所以他们会在努力成长的同时，努力避免失败。每天思考自己，拼命成长的人会显得很有魅力，他们会受到他人的支持。总是归咎于公司或他人，从不自己思考的人看起来并不吸引人。在今后的时代，只精通一门专业是不够的。一旦成为只专注于完美的完成公司分配的工作的人，就会变得危险。为了获得高收入，
尽可能的成为一个稀缺的人才。在过去的高度经济增长时期的日本，只要进入大公司，就不必担心被裁员，因为只要按公司要求完成分配的工作即可。然而，时代已经变了，现在即使在大公司，也存在裁员的时代。当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，通过追求成为稀缺性人才，可以有效的提高自己的价值。提高你的附加值的窍门是抛弃不必要的信息。早晨是一天中生产力和注意力最强的时候，是白天的2倍，是晚上的10倍。充分利用大脑最活跃的时间进行输入和产出。在进行输入时，推荐使用一项技能，即略读。略读是一种专注地输入现在需要的信息的方法。即使将书或新闻文章从头到尾读一遍，实际上大脑无法记住超出其规格的部分，很快会被遗忘。那么最好优先输入现在最需要的信息，增加输入量也是时间的浪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略读就派上了用场。对于今天可用的信息或与当前业务相关的内容，只输入所需信息，割舍其他信息是很重要的。即使有信息不看也不要紧，把它看作是降低大脑规格的信息，毫不犹豫的切掉。赚得1亿的人，在行动方面也是毫不浪费的人。通过减少无用的输入，将多余的时间全部用于输出，可以有效的增加行动量，生产力也会提高。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不再有明显的分界线，不论是在行走的时候，还是接触视频和音频的时候，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。只要有个人电脑和互联网，就可以在家里或其他自由的地方进行产出。数字技术和周围的环境在生产力方面发生了变化，每个人的可支配时间也大幅增加。如何利用这段时间，将决定1年后你的附加值和年收入。请勇往直前，迈出改变人生的一步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